刚被性侵的女人赶紧裹好被子，抓起电话报了警。可不成想，需要救护车的却不是她，反而是躺在床上的强奸犯。原来男人不仅被砸晕了，而且当下也受到了致命一击。然而令警察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男人虽然承认强奸了女人，可仍大嚷让警察去抓他。警察当然认为他在发神经。She wanted me to. Look in my pants, in the pocket. I met her on a fantasy rape site. She sent me detailed instructions. When, where, exactly what she wanted me to do to her. She wanted me to rape her. 随后警察就又来到了受害人潘姆家里，他当然否认了男人的说法，可技术人员还是检查了他的电脑，没想到还真有重大发现，里面不仅有他的火辣照片，还有大量激情视频，但潘姆却不知道这些怎么来的，声称我不看成人片。 It's not illegal. This one is. Possession of child pornography is a felony. 可他仍是嘴硬不知道，所以问题就来了，男人和潘姆都说是对方陷害了自己，那到底谁更可以呢？而就在几人对此展开讨论之际，技术员却又发现了新线索，潘姆的电脑里有木马病毒，就是说成人片是被远程操作下载的，强奸指南也是别人发的，可也不能证明是嫌犯干的，因为他电脑里没有相关软件，所以问题又变成了，到底是谁陷害了潘姆让他被强奸的呢？结果潘姆猜测是前男友干的，他正是一个电脑顾问，同时潘姆声称自从2年前我和他分手之后，他就不分昼夜的给我打电话、发短信、发邮件，即使我换了新号码他也能找到，并且跟踪了我1年半。半年前我从原先住处搬到了这里，但现在看来他一定是又跟来了。对此警察保证会找出他，潘姆这才稍微放下了心。然而就在俩人还在议论到底是不是前男友所为之际，同事马奇早已行动了起来，并查出了他的行踪，发现前男友布朗上个月已经在这边租房了，而巧合的是，他租的房子正好在潘姆的街对面。这么一看，布朗嫌疑就很大了。于是本森赶紧就去提醒潘姆，没想到这可把潘姆吓坏了。难道噩梦还要继续？尽管本森尽了最大努力安慰，可潘姆坚信谁也制服不了他，布朗也不会放过他。鉴于这种情况，本森决定去申请限制令，不准布朗接近潘姆100米以内。于是检察官就来找了法官，不料却从路过法官口中得知，正主法官昨晚网吧包宿还没回来，这可真是不凑巧。不过好在这位法官很悠闲，潘姆的事又比较急，所以检察官就找他接手了这个案子。殊不知就是因为这个小巧合，改变了整个案件的结果。而当布朗接到限制令后，他显得很吃惊，自称根本不知道潘姆也在这边，还说是我甩了他，是他接受不了遭到拒绝，精神崩溃才胡乱撒谎的。警察显然不信他这么巧在这租房，对此布朗的解释是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正在和国防部合作电脑培训项目，既然这样，警察就要查他电脑。哪知布朗竟毫不犹豫答应了。可谁知上面却写着不保密电脑，显然这里面没啥东西，线索都在保密电脑里，但布朗却拒绝检查那台电脑，理由是里面有国防部机密。对此警察还真不能强来，只能在口头上威胁布朗几句，然后就无功而返了。可布朗也不是吓大的，就在两人刚回派出所不久后，本森就接到了一个坏消息，潘姆被打进了医院。然而当俩人急匆匆赶到后，才发现潘姆并没有受伤，但显然他还处在恐慌中，原来真的是遭遇了布朗，并被掐着脖子恐吓了。 He said, "Don't you dare ignore me. You think rape was bad? You haven't seen anything." 而潘姆之所以最终能逃脱，多亏了刚买的狗狗咬他，但不幸的是狗狗却被布朗打伤了。这下布朗的故意伤害罪是躲不掉了。可不成想，布朗仍狡辩是偶遇的潘姆，哪知本森当即提到了伤害狗狗的事，而对此布朗的解释是那狗咬了我，还突然展示了自己被咬烂的裤子以及被咬的伤痕，情绪一时激动的像得了狂犬病，并最后总结为这是自卫。但警察岂会认同？接着就对布朗进行了严刑拷问，在谎报了一些证据后，还真把他给唬住了。哪知即使这样，布朗还是不认罪，最终双方只能对簿法庭了。谁知布朗的律师上来就指责警方不让他就医，而警察则解释狗咬的连皮都没破。布朗并没提出要看医生，相对伤口他更在意的是裤子。这时检察官也连忙保证布朗并未就狗咬伤提出就医要求，于是法官也转向他求证。不成想布朗竟称庭审是场闹剧，惹得法官对他进行了一通批评。眼看事情有点跑偏，律师赶紧又继续提问，大体意思就是指责警方对布朗进行了诱捕。警察当然一句句给予了回应和解释，却不料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。布朗不知哪根弦搭错了，竟然跳起来嘲讽庭审就是个笑话，在这简直是对自己的侮辱。随后不管不顾就想离庭，可警察不会允许的，法官当然也不同意。于是法警和警察一起对布朗进行了追捕，而不幸的是布朗竟一下撞见了本森，然后就被赶到的法警们逮住，强行将他带了回去。这下检察官有理由申请羁押布朗了。虽然律师还是进行了狡辩，但检察官又提出违反了限制令的事，因此最终法官裁定羁押布朗。哪知布朗对此大为不满，竟当众大骂法官腐败。不过法官还是希望他好好在狱中反省，可布朗并不领情。 A tyrant will always find a pretext for his tyranny. 谁知这句话竟深深刺激到了法官，布朗的命运也因这句话而改变了。
当再次开庭后，刚开始的强奸犯也做了证，可法官的眼神却总是有意无意间瞥向布朗，好似对他的关注度莫名增加了，同时也变得心不在焉了，甚至都漏听了双方的辩论。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审到一半他竟突然宣布休庭了，并且就此消失不见了。警察不得不全程寻找了起来，甚至怀疑是布朗对法官做了什么。可布朗只承认早上他来过，只是聊了些个人生活事情，并没有谈案情，这把检方都弄懵了。私下会见嫌疑人可不是法官的作风。随后警察只能砸开了法官家的门，看看他是否在家里。不料法官还真在，只是他精神萎靡，浑身都是血。警察还以为法官被袭击了，却不曾想屋里竟绑了一个老头，他被打得十分凄惨，显然是法官动的手。而法官也说出老头是布朗的父亲。接着警察审问起了布朗，希望从他嘴里得到答案。可布朗很是不愿提及父亲，结果警察一眼就看出了原因。 Did your father sexually abuse you? That's what the judge kept asking me. This is important. What did you tell him? That he had my entire childhood. I don't know what Cole got so emotional about. I was the one abused, not him. 而法官不仅问过他话，还曾给了法医一小绺头发，让检验 DNA 是否与布朗匹配。结果两者竟相吻合。可警察记得法官没取过布朗的头发呀，哪知法官竟称这是我儿子小时候的，所以真相不言而喻了。布朗竟就是法官30年前被拐走的儿子。警察此时也明白了，是现在的布朗父亲拐走了他，这也解释了法官为什么会狠揍那个老头。同时，他也为布朗变成今天这样感到深深自责。不过也庆幸机缘巧合找到了自己的儿子。Was at his bail hearing. He was ranting at me and he quoted a line. A tyrant will always find a pretext for his tyranny. It's a moral from an Aesop fable I used to read to him. The wolf and the lamb. You remembered? Can you imagine how astronomical the odds were? Alex was trying to get another judge for the case. I just happened to walk by. If I hadn't walked by at that exact moment, if Marshall hadn't remembered that fable, fate brought us back together. Well, almost. 可法官不仅因此必须退出审理此案，而且也得为绑架老头承担罪责。但他也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，就是再见一面神经兮兮的布朗。哪知当布朗看到笼子里的法官后，竟嘲讽你也有今天。然而法官怎会生气，只是惋惜儿子被人贩子变成了这样。但布朗只想知道他袭击父亲的原因，于是法官念出了那句预言，让他回想第一次听见时在什么地方，并回忆讲故事的声音。结果这一想，布朗终于记起来了，这才意识到法官才是自己的生父，真是一言难尽。法官终于找到了3岁就失踪的儿子，而布朗也因法官犯罪导致审判无效，被无罪释放。最终受伤的只有潘姆。